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78.58， 收盘价是 177.67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4.25， 最低价是在 177.3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同时也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5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短期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股价已经建立了短期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上方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但是呢还没有被确认。对，那确认的标志就是这个有新高的 K 线的收盘价要超过前高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目前的 K 线信息。好，那在3月26日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出现了一个强势上涨的位置。那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这样的线型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。天剑线在高位，也就是目前这个 K 线是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在高位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天剑线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开盘即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然后呢股价在盘中一度是在20日均线值上方。那然后呢，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下，股价是一路向下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低的附近。那在下方呢是留有缺口，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强势上涨后的在高位有获利出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。对，也就是说，虽然目前啊股价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并且呢留有很大的一个缺口，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但是收了这样一根天剑线啊，我们说上方是出现了卖压，那也就是日后股价将会有回档。那我们说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也就是 184.25 才会有继续上行的表现，否则在这个地方啊会做头，然后股价会出现下行的走势。那我们再补充说，如果股价目前啊出现一个回档，只要不跌破这个前低，也就是166，是3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66，不跌破这个位置，然后继续出现回后上涨，只要再站上184，就是这根抱有大量的这个天剑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新的一波上涨的走势。因为在这个地方抱有大量啊，这证明然后日后如果能够再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是换手成功，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上涨，但是这必须是要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否则那么股价会出现回档，甚至是下行的走势。
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收盘价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174，另外一个收盘价会在180。那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也就是在167附近。实际在3月26日收盘价是在177.67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实际出现的这个反弹啊，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是相差较大的，也就是实际发生的收盘价在我们预测的反弹的收盘价的2个点位之间，对，并且呢，当日的这个实际的生成这根 K 线的走势和我们预测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仅仅是在方向上预测就是在方向上是一致的，出现了反弹，但是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，走势也完全不同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回顾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虽然说这根天剑线啊预示着股价是回档，但是它出现了一个强势上涨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3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啊，第一个目标不变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在178，也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在178.18。那目前这个现在出现的这根K 线啊，虽然有新高的出现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第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8。好，那站上这个位置呢，那么股价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要调整一下，就是前高，因为前高啊现在已经有了新的一个高点出现，所以我们把前高认定为这个位置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84。好，然后呢再向上206不变。那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我们认为目前啊，现在第一个目标178依然是很强的一个压力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当日在3月27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，是在177到178附近。如果当日出现一个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，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啊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对，因为股价在转为多头趋势的时候，如果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那么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才会被确认，也就是股价才能够继续向上，否则呢，股价是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对，所以呢，现在在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第一个目标178，相重合，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位置。对，也就是空头啊，我们说一旦出现低开盘，空头一定要守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下行。第一个目标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调整，因为目前有了头高新高的出现，那么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底部，对，所以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66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166之前啊，我们说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会是支撑。对，那跌破这个166的目的啊，就是要瓦解目前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对，然后第二个目标
是160.51，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对，那跌破160.51呢，将会继续自2024年2月29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，同时也是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相对较长期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低底低。好，这是第2个目标。那第3个目标呢，我们把它依然设在152，也就是前低。那跌破这个位置，就是要收复自2023年4月28日以来的这一波涨幅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的上行和下行的几个目标。然后呢，在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172附近，那么到了3月27日，在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是在17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，同时它也是之前这根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3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在3月24日盘中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很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。那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呢，如果股价能够在175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横盘，或者说是再出现一个上涨。对，那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175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一个比较深度的回档，所以我们要关注175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174附近5%进场，然后在3月20日收盘价176附近10%加仓。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75，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啊是从181到183。那么在3月26日盘中，股价是到达了这个位置，如果设定了自动的一个盈利的目标位呢，应该这个仓位是已经获利出场了。好，那么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说继续持有，实际上在目前现在的这个收盘价，我们现在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盘后的价格现在是在178.265，那也是在我们的成本价上方，在这个位置现在也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不想获利出场，等待继续股价回档之后加仓，我们等待做多，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那如果继续持有，到了3月26日收盘价在177.67，目前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当然，如果说是获利出场呢，在这个位置盘中已经获利出场，那么收盘价在相对低的位置，我们认为也是不可以在现在这个位置再次进场的。当然，如果之前没有进场，说在这个地方想要初次建仓，也是在技术上是不允许的。虽然各项指标都指向向上，但是出现这样一根天剑线在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有卖压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出现，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出现回档。那我们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继续持有，到了3月27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继续守166，也就是股价不跌破前低，这个
多头仓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好，如果保守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守5日均线值，对，是在173到174之间，就是跌破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即刻出场的。但是如果是守5日均线值啊，还不如现在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的获利即可出场。那么我们等待股价出现回后再上涨的时候，再选择机会进场。对，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继续守166。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，在这位置是不可以再次进场或者说是初次建仓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166，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这样的一波反弹。对，然后呢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，我们认为一个就是守20日均线值177，这是一个强压力。还有就是这根天剑线的最高是从184到上方的187，也就是空头现在要守20日均线值和这个缺口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第一个压力位就是第一个目标183，这是第一个目标，对，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184到上方的187，也就是这个缺口。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200关口，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这个缺口，是从175到177。然后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73到174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171到172。对，虽然这3个支撑啊，在数值上是连续的，但是我们依然想要把它分开。对，那其实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啊还是比较宽的。然后第4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66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呢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我们要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78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6附近，这是第一个点位。如果在盘中股价最低到达171，那么我们认为它的收盘价应该是收在172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回档，这2个收盘价点位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5，也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然后呢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0，收盘会收在178附近，也就是出现横盘向上。
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